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Ap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 Susuli。最近大家都好吗？那么有一段时间没有上传影片哦，因为我去欧洲出差，然后在欧洲得了流感。我第一次人生呢，完全没有声音，所以休息了大概2个礼拜，最近的声音才慢慢的回来，要不然之前讲话的时候声音都会分叉。非常的奇怪，而且还有2-3天是完全的没有声音，所以就进度有一点延宕了。那我们现在赶快把这个进度补回来呢。那个今天呢就要测一下，在年底之前呢，大家有没有希望遇到自己的正缘呢？那么这个是做给下面很多之前我看到留言呢，很多人很想要做这个题目，希望自己的正缘快点来，希望有个人可以跟自己一起去探索这个人生哦。这就来做这个留言敲碗的这个题目。那么今天我们准备了4个爱心的水晶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正缘。那么今天这4种水晶呢，都很可爱，都很漂亮哦。那我们一一来检视一下，从左到右是1、2、3、4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的水晶，它其实就是有一点黄色的玛瑙，把正反面都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点像蕾丝的花样在这个水晶里面。再来是第2组，我记得它应该是橘色的月光石，不过我有点不确定，但是我查了，我不晓得我把之前那个记录放在哪里，我好几年前买的，我忘记，我应该有登记它，但是呢，我一时找不到。不过据我研判，应该是橘色的月光石，因为它的结晶的那个颜色跟形状比较像是月光石的成分哦。不对的话呢，我下次再跟大家更正，因为它有混一点这个白色的。再来是带黄色的玛瑙，因为玛瑙比较多，很多人很喜欢把它做成爱心的形状，因为它做成爱心，然后加上那个有点像是蕾丝的花纹，很可爱。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讲几句话就开始又要分叉了，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完全休养好。这个和第一个有点像，不过它们的颜色其实有点不一样，第一个偏橘色，这个偏黄色。再来这个是拉长石，拉长石呢，它在灯光下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它有偏蓝或偏黄跟偏紫的。我今天选的是有点偏蓝的，加一点偏黄的。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不要再买拉长石，不过因为它实在很漂亮，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又会再多买。我这次去欧洲又多买了几个拉长石回来，因为它实在花纹，它那个彩色真的很漂亮。那么呢，现在就请大家静下心来，像前几个测验一样。那么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那么从左到右是1、2、3、4，大家可以看牌，也可以看水晶，依照自己的直觉来做一个选择。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在2023年的年末有没有可能会遇到你的正缘，那有没有机会会在一起？因为有时候遇到是遇到，但可能要过一段时间2个人才会有什么机会在一起。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会不会遇到，然后你们在年末之前会在一起吗？如果没有的话，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线索来看一下。首先你抽到的是易经牌卡，抽到的是择天怪。那么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第一张是塔牌，再来是钱币骑士，再来是太阳牌，以及宝剑皇后。
那么从这个易经牌卡跟这个塔罗牌卡来看哦，尤其是宝剑皇后和择天怪这个牌卡，它是非常的吻合的哦，因为择天怪就是需要你做一个很大力的一个决断，尤其它是一阴五阳的一个能量，所以它阳的能量非常的强，然后你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选择，不单只是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人选让你选择，它更指向的是，因为从你的牌卡来看起，有可能你现在的人生当中呢，你为很多事情在打拼，例如说人生、家庭、事业，这都可以算是不同的一个你需要去付出能量，你需要去付出精力的事情哦。所以呢，现在你是一个需要决断的一个时期，加上你又抽到了宝剑皇后跟择天怪，所以目前这段时间到年底呢，智慧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需要用很多的智慧以及你的人生经验去决断很多事情。那么从这几张牌来看呢，爱情呢，现在在目前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很重要，因为你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决定了。尤其你在一开始抽到了塔牌，表示生活当中会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动，会有一个你想都没有想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发生在你的人生当中，而且呢，它是偏向让你措手不及的，就是你需要去花时间把它导正回来的。所以你抽到了钱币骑士，那这个导正的过程呢，它有点漫长哦，不过还好。因为你抽到了太阳牌，太阳牌呢，再加上其他这几个牌卡，我觉得是事业当中你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去照顾。不过因为太阳牌呢，它把塔牌的摧毁的力量呢，稍微的挽救了一下，所以这个塔牌虽然会让你觉得一时之间无法处理，不过因为你的心态非常的良好，加上你也很有耐心，所以目前的危机是可以有办法度过的，只是对于爱情跟正缘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2023年末的重点。尤其呢，你有可能在事业或是在你的财运当中会有一个突破，会有一个需要你决断的时期哦。比较像是就算你有对象，也比较无力去兼顾的一个状态。尤其呢，这几张牌能量有点像是你遇到了一个冲击，但是你用鸭子划水的力量，慢慢的将这件事情呢导到你的期望之内，再加上你的心态非常的良好，甚至会有贵人帮助你去度过这样子一个难关。但最终始终你是需要成长到一个非常有智慧，态度也要很坚决，去处理这所有的事情哦。另外也有可能，甚至你因为了其他的事业或者是人生其他的选项，你先搁置了你的爱情，甚至你一刀把它砍断，就是你一刀你措手不及，突然觉得你不想要了。这里面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对于爱情而言，所占的分量是很少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天使卡跟你说什么。他说呢，你要注意一些危机的一些线索，你目前有一些迹象让你要警觉你这段爱情。再来是让你的朋友帮帮你哦。所以他说你要向其他人寻求协助。那么我再抽了几张解释牌来解释这个天使卡。首先你抽到的是伴侣关系，他说是一个友善的帮助，然后呢需要良好的沟通，以及有一个人呢他可能会给你惊喜。再来失望，他说你的情绪呢会受到一些波动，而且是会有点消沉的状态，你有可能会害怕面对这个真相。
再来呢，你可能会从痛苦之中逃走，这是一张失望的牌。那么这组我的朋友，你所抽到的这个牌卡，这两张呢非常吻合，它基本上就是支持了这两张主牌的一个说法。那么呢，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与其说你在年底之前会不会遇到正缘，不如说你对你的恋爱要有所警觉。第一个，你很可能根本就不在恋爱状态之内哦，所以你需要你朋友帮你介绍，或者是你需要你的朋友提醒你来接近你的人呢，他们的真正动机哦。尤其呢，择天怪是一个需要你有非常多的人生历练去做一个很明快决定的一张牌。那么这边也可以看到这张牌卡呢，像是有人在追求你哦。那如果选到这张牌的朋友是女生的话，最近呢不乏追求者，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一步的迹象。第一个是追求你的人呢，可能有各种意图，可能是希望得到你事业上的帮助，或者是希望你在钱财上可以帮助他们，甚至是比较少数的朋友有可能吸引到的是一个有阴沉特质，或者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忧郁特质的人，他觉得你很阳光，所以呢，他需要你心情上的支持。那么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某方面也可能是爱情的开端，但它也可能是万丈深渊的开端。就是你在谈一段恋爱呢，如果你只是别人的小太阳的话，你可能要想想看，你是不是应该去做张老师这个，所谓张老师就是台湾的那种心理辅导的，开导别人的。如果你在恋爱关系当中一直是别人的小太阳的话，你可能要想想看，那应该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爱情。你在爱情当中不应该是得到一份像小太阳一般的工作，这个要分清楚。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个失望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可能看久了，你自己就可以发现好像不太对，为什么都是你在鼓励别人，都是你在鼓舞别人，在金钱上给别人支持，甚至在智慧上给别人支持，对方可能就是常常需要你的意见，那么你会帮他下决定，这个决定有可能小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或者是在超市当中他要买什么菜，他也没办法下决定。所以选到这组牌你要小心，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妈宝的特质，这一定要小心。所以他会引来你一些比较失望的情绪哦。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谈一段对等恋爱，我不想要当老妈子。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年底之前要张大眼睛哦。如果这个对方显露出了一些你不能够接受的一些缺点，例如非常的没有决断力，什么事情都要问爸爸妈妈，什么事情都要再考虑想一想，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那么你可能就要含泪挥别。在年底之前呢，你可能可以请你的朋友帮你，就是请你的朋友，当你有心中有警觉的时候，可以请朋友也替你看一看。因为这张牌呢，在这个天使卡里面算是少数几张需要你慎重对待的一个牌。所以在年底之前呢，即便是你觉得遇到了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人，先从伴侣关系开始做起，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例如说呢，先当朋友，从朋友开始当起，先好好的了解对方开始，也要看一下对方会不会出其不意的有一些坏习惯，会提醒你说他不是那么适合。这个中间你必须要自己的主张非常强烈，不可以被对方的情绪带着跑哦。那么在年底之后，就是从2024年开始，再看一下你们会不会在一起，你可以再重新审视哦。因为目前你的精神不是在爱情这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的卡，它很明确的告诉你了，这个牌我没有事先看过。第一张牌就是等待，这张牌是今天，就是现在，再来是1年之内。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虽然很有可能你会马上进入一段关系，不过这个关系要变成正缘，会让你感觉到这是正缘，
而不是露水姻缘的话，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尤其你第一张就出现了要等待，虽然他讲的是今天哦，其实你们可能可以马上在一起的，但是在一起之后，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是正缘，因为很多地方要磨合。所谓的正缘就是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你觉得你们可以携手度过下辈子啊，这才是正缘的一个状态。但是目前的状态不是到那么理想哦，所以可能他要成为正缘都还要在1年的时间哦。那我们现在来帮大家抽一下，他有可能是什么星座的。第一个是双子座，再来是月亮，以及天蝎座。那么从这几张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可能是什么星座。第一个，他本身就是双子、巨蟹还有天蝎座，又或者是他的月亮在双子座，月亮在天蝎座。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双子、巨蟹和天蝎座，有可能是太阳、月亮跟上升。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人第一个他的情绪比较强烈一点，又或者是他的情绪很多变，所以呢这边有出现了你要好好沟通。所以双子座也是告诉你说呢，要跟这个人多认识多沟通哦。再来巨蟹座，在整个牌面上看来哦，有可能呢他不会一开始认识你就把他的心中的话讲出来，巨蟹跟天蝎都有这样子的特质，所以你要慢慢的引导，把他内心的想法给引导出来，需要一些时间。这2个星座他们都不是太轻易可以透露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那么你要走到正缘这部分呢，要知道对方真正的想法，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再来是双子座，有可能是你必须帮他厘清他内心的想法，因为他可能内心有很多想法，那哪一个是真正来面对你的那个本质和面目，就需要你慢慢的去观察。因为一开始呢，你为什么会有失望的情绪，是因为似乎感觉上这几个星座呢，在你面前呢，都好像有戴一层面具一样，那这个面具就会让你有点挫折。因为正缘应该是有让你觉得2个人之间很有默契，无话不谈，或者是2个之间没有什么障碍，可是你可能却明显的感受到了障碍，或者是家里有些什么情况没有跟你讲，或者是他的朋友他不让你知道，不让你透露，不让你接近，这些都可以引发你心中的一些警报，让你觉得说这是正缘吗？就是你们2个的相处呢，一开始呢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部分，有一些你需要注意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1年，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我来看一下。那么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在年底之前呢，就有一波比较好的运气是在12月份。他是射手座的上弦月哦，他说呢，要相信你是有好运的哦。所以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在12月的13号之后呢，12月13号之后，你可以清楚的做一个决断。那么这个决断不是说你一定会跟你的正缘在一起，因为整个牌呢不是有这个迹象，但是他说的是你在这个时期，就是12月13号之后到年底所做的决定会让你带来幸运。那这个决定呢，是你要分手，或者是你要另寻他人，或者是你先从朋友做起，这些决定都没有关系，这些决定都会让你之后带来好运。所以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有星座的提醒，然后有幸运点的提醒，然后时间呢不会是马上，因为他告诉你说要等待。那么即便是你今天就让你的正缘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不过它也不太会表现得像是一段真正的正缘，尤其你有失望，还有你要注意一些可疑的一些讯息，加上塔牌，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现在有其他的部分需要你的注意力哦。所以选到第一组的牌的朋友呢，你的正缘可以缓一缓到明年初，
再决定。因为如果他是你的正缘的话，不会是1-2个月他就拜拜了，这个正缘也太脆弱了，不太可能齁。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那么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在年底之前会不会有正缘的出现。那么呢，有时候出现了，但它不一定会在一起，有可能是明年才会在一起，不一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不会有正缘出现，然后呢，你们在年底之前会在一起吗？或者是说要再延长一些时间？那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哦，我的声音在讲了第一组之后呢，就已经渐渐开始又要继续分叉，所以如果声音有点不好听的话呢，请见谅。我已经休养了快2个礼拜了，但声音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哦，所以这次的流感大家要多加小心哦，很凶猛。但是因为我是在国外得的，我没办法。在展览会场呢，你如果戴口罩的话呢，就是会被主管笑。CEO 还跟我讲说，全场只有你一个人戴耶，你真的要戴吗？所以你哪敢戴啊？你当然就不能戴啊。这就造成了这个人生当中第一次完全的没有声音的状态。第二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地泽临。再来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权杖8，再来是钱币国王以及正义牌，再来是圣杯3以及力量牌，再来是教宗牌。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可以想见你在年末的时候呢，运势呢非常的热闹，因为呢你的塔罗牌卡出现了非常多，而且每一张都很正面，再加上呢你又抽到了地泽临哦，所以呢第一个你会有升官加薪的机会，你的主管会很赏识你，在你的贵人会很多。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正缘出现的几率也会很高。再来呢，因为你年底的运势跟表现都非常的好，你第一张就抽到了权杖8。权杖8虽然在本身在塔罗牌卡当中就有，例如说一见钟情啦，很快速的恋情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解释，但由于呢这个牌卡它画的跟传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出现了一个丘比特它射向了这个第二组的朋友，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你的恋情应该是真的很火热，甚至会遇到一个一切都吻合你条件的一个对象，尤其是有这个丘比特的帮助，尤其他又从这个苹果树这边就射出了这个爱之箭，爱神之箭，再加上你第二张牌抽到了更棒的一个钱币国王，因此呢第二组你所面临的这个正缘呢，它的地位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尤其你的又抽到地泽临，那么地泽临就是一个地位比你高的人，位阶比你高的人，所以他有可能是你工作上的主管，或者是年纪比你大蛮多的，然后已经有一定的地位，有点功成名就，有一定的存款，可能房子车子都有的，是这个类型的。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你目前的状态，你的外表保养不错，第二个你有把你的才华给展现出来，这张牌所画的是这个，所以你的能力在年底呢会达到一个高峰，你有机会像一只孔雀一般绽放你的才华跟你的外表，因此你会备受就是位阶大你很多人的一个欣赏，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喜欢你，因为你会觉得他的条件很好，你不懂为什么他会看上你，但事实上如果他喜欢你的话，就表示他觉得你跟他是旗鼓相当匹配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能力外表应该都有照顾到一定的水准之上哦。再来是正义，所以呢选到这组朋友呢，就是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地位或年龄比他低，因为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选择，
是一个你可能在人生当中打滚了许久，历练了许久，已经集了智慧美貌于一身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它的结果就是决断你之前一段时间你所做的努力，而这个努力它反映在你的爱情上面，就是上天有一个机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再加上呢，你自己派对也很多， party 也很多，所以你们有可能是在聚会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的聚会，或者是年末有很多很多庆祝的活动，可能在看什么烟火的时候，圣诞节庆祝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是公司有一些活动，甚至公司旅游，把你派去尾牙，供应商或者是你们合作关系的公司上下游厂商，就有那种主管会喜欢上你，这有可能吗？因为这个人呢，他的能力位阶在世俗的眼光当中可能都在你之上，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呢，需要你耐心，因为可能他有一些傲气，或者是有一些爱面子的地方，需要你去安抚，是需要你耐心的和他相处。不过因为对方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对象，尤其在钱币国王呢，在塔罗牌卡当中，它就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象征。再加上这样子的人呢，他也是在社会当中历练很久，所以他可能有各种的主观，各种的想法，所以他的想法可能有固定的在某一个特质上面。譬如说，他对某一些事情的处理就有一些主观的认定，直观的处理方式可能和你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力量牌就是说一个磨合的过程呢，会有一段时间呢，而且它必须是你需要用一个在下位者的一个仰望上位者的一个状态呢，去处理这段关系。如果一个人呢，你的对象已经很习惯于从上面往下看的话，那么你也从上面往下看的话，这段感情就可能前面的磨合时间会很长。那么在感情当中有一派就是，如果你可以以柔克刚的话，这就是力量牌的一个最好的注解。你要以柔克刚，因为钱币国王是阳刚性很强的，他的主观性、时宫能量非常的强。在事业上，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在感情当中必须像事业一般有智慧的去跟这个人相处。我相信你自己也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不能说是牺牲，一个必要的处理方式，一个必要的相处方式。因为对方呢，他可能90%以上都符合你所需要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他的条件已经好到90%以上，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磨合，再去调整，再去寻找。所以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人，你当然也知道说以柔克刚，或是用时间呢、耐心呢去和他相处是必要的。尤其钱币国王他又是金牛座嘛，所以他非常的固执，这是需要你去磨合的。再加上你的最后一张牌它教宗牌，教宗牌又是金牛座，所以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你在年底之前会不会遇到正缘？答案是你遇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但这个人需要你耐心的去磨合。虽然你们两个一见钟情，虽然你们两个一下子就知道对方是对的人，他因为你的很亮丽的特质喜欢上你，这边有一只孔雀嘛，再加上又有狮子座的能量，加上很多金牛座的能量，表示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对美感、美食这些都有一定的品味，都已经磨练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把自己就是照顾得很好。不过呢，对方呢可能更胜一筹，他可能也很有品味，他可能呢需要你用天秤座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你要顺着他的毛去摸。所以正缘有是有，好是好，但是需要你很大的一个智慧去处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天使卡抽到什么。第一个你抽到的是浪漫的感觉，
他说呢，你的感情呢是真实的，你的感觉是真实的，而且值得呢去开发以及探讨。再来是他说呢，你是值得被爱的。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呢，在年底之前遇到正缘的几率呢，真的是蛮大的哦。再加上你的状态真的很好，你处于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时期，你处于一个外缘跟感情都很好的一个时期哦。所以你有可能第一个狮子座，再来是处女座跟天秤座的哦，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射手座的。对，射手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是这几个金星越过的一个时期，到年底的时候。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支持你这个天使卡的感情的牌卡抽到的是什么？你抽到了这个感情，他说呢，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再来是你会知道你要什么。再来是你会有一个新关系。再来是讯息，他说呢，你会收到一些新消息，还有你不会对未来感到担忧。再来是保持联络。再来是真爱的，就是你会遇到一个人呢，他对你有一些执着。再来是哇，这边又讲到了真爱，还有浪漫的感觉以及渴望。你抽到的这个解释牌卡，解释天使卡这个牌非常的吻合。第一个，这边很强烈的就是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一段关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感到有罗曼蒂克的浪漫氛围。那么尤其在节庆很多的时候呢，很容易营造那个氛围。不过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哦，因为他说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它不是昙花一现的，它不是因为节庆大家在那边起哄然后有的一个幻觉，是你真的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人。这边已经有说了，这边会遇到一个很真实的人，而且会有一个新的关系进来。尤其你目前的状态呢，是非常值得被爱的哦。所以这个人，第一个，他可能之前就和你有一些保持一些淡淡的联络，所以有可能是工作上啊，你可能要有一些不是很频繁的信件往来。再来很有可能是你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跟旧同学哦，你们可能有保持联络，就是很偶尔的保持联络，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在年底之前呢，突然蹦出了新火花这有可能，因为这边是你们两个是有保持联络的哦。再来呢，可能在年底之前你会收到一个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包括了你可能会被受邀参加什么聚会，所以遇到了这个人。第二个是你们两个之前如果原本就有淡淡的联络的话呢，会突然有一个契机，例如说突然开了一个同学会，旧的同学会，所以你就去参加了。又或者说不同的公司举办了一个什么活动，又或者是公司不同部门之间举办了一些联谊活动哦，这都有可能。不过这边感觉上是这个人他跟你呢是非常契合吻合的，就是你们两个之间呢会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尤其你们在这边呢，在力量牌卡圣杯3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是既有恋人之间的激情，因为力量牌卡说明这件事情，但是又循着一定的传统的道路走。这种传统的道路就是你们两个是自由恋爱，但是走的路跟或者是选择的路，两个人的个性都有传统的那个部分，尤其金牛座的这个传统部分很强烈。所以虽然你们两个是上天安排的自由恋爱，但是认识之后所走的路途可能就是恋爱啦，然后约会、看电影、吃烛光晚餐，这些比较传统的路。再来呢，这个人可能会一开始就让你觉得他很喜欢你，因为这边有对你痴迷、对你着迷的这个语句在里面。这个人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他可能觉得时间都对了，天时地利人和
你出现在他的面前，像这个，你看这个女生呢，她又会音乐，又长得很漂亮，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氛围当中，有一个人对你深深的着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会不会在年底前就促成了这一段感情？除了保持联络之外，还有其他的进展。第一个你抽到的是下一次，再来是5月份，再来是直到呢学习了新的一课。这个时间非常有意思哦。下一次呢跟直到了学习到了这个新的一课呢，都不是指马上，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年底之前你会认识这个人，但是呢你们之间可能会互相相处一段时间才做决定。第一个，因为有圣杯3的存在，所以这个人或者是你有不同的选择。虽然你们两个知道对方应该就是那个人，但是有一些人呢会觉得他有机会再多做选择，尤其这个人是以上看下，他可能觉得他的条件很好，他虽然知道应该就是你了，可是他可能还会再看一下，他会直到这个学习到新的一课就是有可能呢有一个人就是你们当中，我觉得是你的成分比较大，你会觉得我不需要这样被选择，所以你可能就走开了，那个人才开始紧张，有可能是这样子。再来是呢，你们两个认识了，但是因为你们两个的交集还不到一个很深的程度，所以要在第2次的交集的时候呢，才会再更深入。那这个期间呢，就是它指明就是5月份，所以就是明年嘛。所以在年底之前，你可以睁大眼睛看看正缘出现，然后你就要记得要这个联络方式，比如说信件啦、电话啦，这方面你也可以主动一点，因为你们两个可能要真正在一起是在下一次，所以你们要有联络的方式才会有下一次，除非是公司又在派了一个受训的一个课程，然后他又在派你，你又再遇到他，要不然呢，你就可能要自己主动一点，把这个电话、信件啊、联络方式给留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有可能是什么星座的。刚才已经讲了几个星座了，这是大三角。目前的星座很有趣哦，没有指明。那么所以你的牌比别人多，来看一下。即便是多，但它也指出了一个这个双鱼座。你的牌真的蛮多的。木星，它是丰盛。再来是凯龙星，它是疗愈，以及天王星，天才。那我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巧合哦，就是上面这3张抽到的牌呢，都是黄色加一点红色，下面这3张牌都是蓝色的。所以呢，一开始呢，虽然你们两个这段感情呢，就是在外表当中看起来一开始很快，可是里面有人是非常非常慢热的，就是蓝色的，能量很强。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们两个当中呢，有一个人呢有一个黑暗面，这个黑暗面呢是你很难企及的。由于就是抽到第2组的朋友，你的塔罗牌卡其实都很正向哦，都蛮光明的，所以我认为是你对方会有一些他比你大很多，或者是他位高权重，他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却可以喜欢你。这表示呢，他人生一定经历过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第2组的朋友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选到这个朋友，你大概我们取一个中日，你大概25岁的话，这个人如果35岁，他一定经历过了什么事情，所以他现在单身。所以在我可能第一个，他有一些黑暗面，他经历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感情挫折。但是呢，你们两个的感情又是被祝福的，因为它是个大三角，所以你们两个有可能是什么样？譬如说，你是狮子座，他是射手座，或者是牡羊座，就是你们两个的星座上有很契合的部分，像朋友的部分。例如说，
你是双子座，对方是天秤座，也是风象星座的，还有或者是水瓶座，或者是双鱼座，然后天蝎座跟巨蟹座。然后你们两个人呢，因为只有出现一个双鱼座特定的星座，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很有可能是12星座都有可能哦，但是有可能是都是风象星座，都是火象星座，都是水象星座这样子的组合。再来，对方非常的聪明，他很难捉摸，所以你需要耐心，你真的是需要用尽你的力量去理解这个人。第一个，他有黑暗面；第二个，他又非常聪明。再来呢，他有伤痕需要去疗愈。如果说你们两个谁有伤痕的话，我觉得对方有的几率比较大。他有凯龙星，所以他需要去疗愈。所以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某一部分像狮子座圣母的光辉，因为力量牌卡它很强烈的讲解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有一点，虽然你年纪比他轻，却有一点让他有一种你像有母亲的光辉、母性的光辉这样子的特质在里面，所以他会非常非常喜欢你。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为什么不会马上在一起？尤其呢，这个人一定过往他学习到了什么样的很艰难的一个经历，所以他才会说会学习到一课，很沉重的一课。加上又有莉莉丝又有凯龙，哇，这个对方有很沉重的部分，所以第二组的朋友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的正缘会来，但他要成为你真正的正缘，你可能要先卸下他人生当中经历过的特质。例如说这个黑暗到有什么，第一个可能亲人过世，宠物过世，都是一些比较沉重需要你去疗愈的个过往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人有不有钱，他很有钱，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成就一个很丰盛的一段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原本就原生家庭，或者是他很会赚钱，他的物质上非常的丰沛，他的世界很广阔，他的地位让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人迷不迷人？非常迷人，因为他物质条件很好，头脑又很聪明，但是他所伴随的一些负面状态就是他有很沉重的过去，他需要你去疗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幸运时间呢。所以选到第二组的人，这个人真的非常的不错，但他真的有不好搞的地方哦，所以这个要有心理准备。尤其他的情绪又有双鱼座，是一个比较多变哦。他可能想事情又会想很多，但又很聪明又很天才哦。这个人难怪现在还可以追你，他还单身，因为他可能很多人搞不定他。你所抽到的是在双子座的新月，刚才是不是讲5月份，对不对？出现了5月，然后这个是双子座的新月，所以明年的这个6月份，所以就是明年的5月到明年的6月初之间呢，是你们两个最容易在一起的一个时间。但是在这之前你要想清楚，想清楚什么呢？它有这么多蓝色的部分，这么多需要疗愈的部分，这么多深层的部分，这些都是你需要好好想想。但在这之前呢，你们可以保持联络，你们两个可以有更好的沟通。不过最好的点就是刚才的5月份到6月初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一个幸运在一起，你们最有可能在一起的一个时光。那么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以上就是你们正缘的解释。那祝福你们了，这个人看起来很不错，但也需要你花时间去相处，需要花很多耐心哦，加油。那么祝福第二组的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解说。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在年底之前会不会有正缘出现呢？那么呢，在年底之前呢，是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人的，不过有时候在遇到之后不一定会马上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会看一下，在年底之前你们会在一起吗？还是说要等到明年或者是其他的时间？那我们等一下会一并来看。
我的声音还是有一点沙哑，所以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虽然我已经休养了2个礼拜了，可能这是流感比较严重哦，所以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小心身体，就是人多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戴一下口罩，要不然很容易被传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这组你很特别哦，你有抽到2张易经牌卡，这张是地维坤以及地水师，这2张的能量很不相同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第一张是圣杯7，再来是女祭司，再来是宝剑3，再来是世界牌以及钱币侍者，再来是圣杯骑士。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目前的运势呢非常的诡谲多变。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你抽到的坤为地，这是一张呢你必须要非常的虚怀若谷，并且呢目前的情形是需要你去包容别人，而且它也是一个很贤惠娴熟的一个代表。地为坤整体的能量是一种比较被动接受比较静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全部都是阴爻嘛。但是呢你同时出现了地水师，从整个全部都是阴爻突然出现了一个阳爻。那么呢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目前呢你的感情对象竞争者非常的多，非常的激烈。你如果想要跟这个你已经有目标的人在一起的话，就是你已经有看准一个对象的话，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必须要展现传统妇女美德，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态度，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可能会煮饭啦，你可能会照顾他啦，他的整体的氛围是有点逆来顺受，就是对方比较像是天一样，然后你比较是顺从的那一方，就是看起来是无为，但是其实你是想要进一步，就是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能量哦。但是呢地水师又告诉你说呢，不在他面前的时候，不在对方面前的时候，你可能要做足这个准备，要跟这个很多情敌一决高下，然后是非常动态的，你可能要时时很紧张的注意说啊，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被人家捷足先登啦，或者是说这个人呢你要学习了很多东西，或者是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识去跟他相处，所以它是一个准备战争，一个征战的一个准备。所以两股的力量呢，内跟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很矛盾哦。那么由于地水师这张牌有点众星拱月哦，所以你可能目前呢所遇到的对象呢，他是属于一个被捧在手心上的一个人物，所以对选到这组人而言呢，会有点比较辛苦一点，就是目前的感情的运势。那我们再对照塔罗牌来看，首先可能在年底之前，连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连对象都没有选择好，或者是你心中设定了一个对象，可是对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你其实没有很认识这个人。圣杯七讲的就是你可能对这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面向的一个观察，可是没有一项是真的非常的准的，就是时间未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的。再加上呢，你又抽到了女祭司，女祭司的牌在这个感情当中呢，它有一点点像地为坤，但是它又有一点它又再更冷漠一点，因为地为坤毕竟是一个娴熟的一个代表，是一个秀外慧中的一个象征哦。这个女祭司呢，她本身就是和人比较有距离的，埋首在自己的专业知识上面，或者是
对于世俗的爱情的这部分呢，没有那么理解。搭配这个圣杯七来看呢，可能选到这组的人，有一大部分的人，其实对于爱情这一件事情呢，没有很多经验，然后也没有很深入了解，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就还在思考的一个状态。可能身体力行去跟别人相处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理论派的。因此第三组的朋友呢，在年底之前，可能因为呢你对于这个爱情的这个描绘呢有过于理想化的一个态势，所以这边的宝剑三讲的不太像是你跟你想要的对象没有在一起，所以你很伤心。他的伤心比较属于就是你觉得他好像不是你想象的爱情的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从你这个整个盘面来看，你就算把自己就是的条件、脾气都已经弄到有容乃大，包容世间万物，已经跟像圣母跟慈母一样的存在了，可是你还是会经历到爱情很残酷的一部分，比较像市场的那一部分，是一个比较资本主义，你会觉得它有点过于现实了，跟你本来的理想不太一样。你可能心中所认为的正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东西，你可能会有点想象说这个爱情呢，应该就是你情我愿，两个人一看哇一见钟情，然后展开什么浪漫的爱情这样子。但是这组的人在年底之前可能会看到一个情形，比较像是说爱情其实是供需，或者是其实是很不纯粹，就是你可以很理解别人在评断你的条件，就是你感受到自己可能是被挑选的，这种感觉很难受，因为你会觉得与其说你跟这个人最后会不会在一起，这个可能甚至并不是你首要的一个想法，你的想法是说原来爱情这么残酷，所以你在思考这件事情，它跟理论上太不一样了，它跟你原本的想象太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宝剑三在说明的是你在年底之前可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爱情有它残酷的一面，那个残酷的一面会让你觉得我需要爱情吗？再来呢，你又走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较像是说呢，你开始因为理解了这件事情，尤其你又抽到了地水师，它也是从坤卦，它有包含坤卦在它的卦象里面你从原本的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态度呢，你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运作的方式。而这个运作方式呢，是你开始加入了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局势当中，你把它当成一场爱情的战争，或者是爱情的游戏，那都没有关系。你已经开始真正的进一步认清楚这个世界，而这个清楚之前的过程呢，是很残酷的。但是你到达了世界这一个阶段的最后一步，就是你对爱情的认识，之前的比较青涩的认识，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因为在年底之前会有一个偶然的事件，或者是你想要在一起的对象，或者是那个对象虽然接近你，可是你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的选择不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那么你对世界的理解呢，就会从圣杯七本来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漂浮在空中，转而成为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平衡的存在。你知道这些东西存在，但你也不会过于相信，你会有不同的元素来平衡你的人生的价值观，而且会运用一些战术，运用一些策略，会开始知道你要在世界上，在爱情市场上存活，你必须要运用一些战争的智慧，或者是运用一些不是过于理想的一个手段，把自己放在这个爱情市场当中。那么在年底之前呢，的确会有人出现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
你从原本被挑选的人，因为你深刻的理解了之中的经历跟本质之后，开始会蜕变成为其实你身边开始有其他的选择，就是别人也会来追你，你把你自己放到了一个开放的市场当中。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我觉得在年底之前呢，比较大的收获呢，是在于你理解爱情的残酷跟美好两面是并存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真正的和某一个人真正在一起哦。虽然在年底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属性的人，第一个你看到这个钱币的侍者，他是一个带有土象星座特质的人，但是你从这个画面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呢，他虽然已经有一定年龄了，不过他的资产或者是他建立的物质基础还在一个刚刚开始稳固的状态。他也倾向于，因为目前所有的人的求学阶段都有拉长，再加上呢，工作因为最近几年比较不稳定，所以许多人的成熟的年岁往后延长了。他讲的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你遇到的人呢，他已经不是什么年轻的小伙子了，但是他的根基才刚刚打稳，他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再来你会碰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真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他是用一个很浪漫的公式来追求你。但是呢，我相信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呢，你已经历经过了宝剑三这个觉醒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本身是有月亮的一个能量，就是巨蟹座或者处女座的一个能量在这个女祭司当中。但是到最后，你所吸引来的人，反而是有一点浪漫特质的人在里面。这样子的人会不会打动你，还很难讲。在年底之前呢，比较像是比较没有一个结果。在年底之前，你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真正的把自己放在了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就是以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爱情，它有其残酷跟现实的一面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天使卡说了什么。哇，他说给你的关系一个机会，要认真看待你的伴侣关系。再来是去爱呢是安全的。他说呢，要敞开你的心胸呢，去给予还有接受这个最高的能量。那么从这两张牌来看呢，可以看出说，在年底之前，它比较像是你在打磨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真正的有实质上正缘的一个进步，不是一个实质上你和谁在一起这件事情，因为你还在调整你的爱情观跟爱情态度当中。尤其你的易经牌卡又抽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能量哦，它有对应之处，它的静跟动太剧烈了，不是在一个平稳的能量当中。它所说的整个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你要在你的心境当中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化。所以他是说要给你的关系一个机会，它对应到的就是圣杯七以及这个女祭司，甚至你过往有不好的经验哦，所以你对爱情有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态度跟一个理想悬挂在高空当中，所以目前呢是要渐渐敞开你的心胸的一段时间。然后安全感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或许是你现实的那一层被打破了，所以你开始觉得对爱情这个东西有不安全感，甚至是有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你原生家庭或是你亲近的朋友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让你逐渐开始对爱情这个东西产生了一些怀疑跟价值观的动摇。但他讲的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能量提高跟集中，
并且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就是外面遇到什么事情呢，它都没有办法摧毁你自己从内心发出来的力量所得到的一个安全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爱情卡呢，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解释这2张天使卡？他说喜悦，在这个爱情关系里面你要定锚。再来是你们2个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再来是你们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再来这张牌是有点愤怒怨恨的意思。他说呢，这边是有一点疑惑，还有一些误解，然后再来是有人对你生气，再来是对你是不好的。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有一部分的人呢，能量在转换当中，也就是你可能才刚刚脱离了一个非常不适合你的人，然后这个分手的过程有点残酷，所以会导致你对爱情的想象呢有很大的破灭。在2个人相处当中有太多的沟通不良跟误解，然后彼此对彼此都有憎恨，彼此对彼此都有一些不满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宝剑3的一个存在。但是更多的，就像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对爱情本身事情的一个价值观的摧毁，就是这整体看起来不太像是受了很重的伤那样子。所谓的伤痕应该是来自于对爱情这件事情的疑惑，你会有点不相信这件事情，你会削弱你对爱情的安全感，因为你有抽到世界牌，表示你本身你这个人呢其实很容易恢复的，你很容易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呢把它留在上一个阶段，因为你马上接了世界牌，所以我反而不是很担心说就是你走不出来啊，很伤痛，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张牌又说你会有一个新的关系进来，而且这2张牌就已经有说有新的人出现了，只是你还没有决定而已，你还在观察，你还在看，从之前的经验，从别人身上看到的影子跟经验，你还在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对的正确决定。那我们再看什么时候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哦，尤其是后面这2个人看起来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抽到的是4月以及星期日。那么我想星期日它不是说你们星期日会在一起或怎么样，星期日应该是说你要用星期日呢去多了解这个人，可能可以去约会，因为这边很明显的告诉你说要给对方一个机会，有不同的人你要都去说说话，去了解对方的个性，从之前的教训当中学到宝贵的经验，然后再进入下一段真正的正缘，而这个正缘在年底之前不会发生，它是会在明年的4月份哦，明年4月份比较有可能。那我们再来看星座上会有可能是谁呢？这张是冥王星以及南焦点，再来是第8宫结束和开始，以及风元素沟通，再来是狮子座我将会。选到这组牌组的人，你的讯息很特殊。第一个，这个正缘呢会在你青黄不接的时候出现，就是你可能刚斩断了一个恋情，刚分手，经历了一个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在事业的低谷当中，你正在调整自己步伐的时候呢，这个人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可能会不知不觉，你可能会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再加上你有第8宫，它是天蝎座，而且它用第8宫的形式出现呢，它真的就是你有2张，第一张是这个冥王星的转变，再来是第8宫，所以第8宫它什么时候出现呢？例如说，就是身边的人可能有一些生死交关的问题的时候，例如说呢，你正在处理家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它出现了。
那有些人例如说什么呢？身体上呢，你在跟健康做一个搏斗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心思在爱情上的时候，它出现了。所以他的感觉比较像是在事业、感情跟人生在变动的时候，而且那个变动是很大的，它突然的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很可能会有点没有察觉，或是甚至有一点察觉，但也不想要去管它，因为你是没有精力去管的。但与此同时呢，你看这个人是会保持联络的，因为你们的沟通看起来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出现的时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点，就是从宝剑三跳到世界牌的这个中间，他会在这个中间出现。再来，这个出现的人会让你有非常非常的熟悉感，就好像是前世就遇见了。俗话说的 déjà vu， 你会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再来是他的个性有蛮阳光的，就是你虽然在一个低潮期，在一个转变期，但这个人出现就有点像阳光一样，就是洒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阴暗的生命的角落突然带进了一丝光亮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很熟悉。所以你的正缘是有一个这样子特质的人。再来是你们两个是很容易交谈的，不会说讲一句话想老半天，然后讲不出什么东西，讲不出所以然。你们两个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两个的沟通是很风向的，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火象的星座，狮子座，以及呢风象星座就是水瓶、天秤跟双子座，以及天蝎座，还有摩羯座。你们两个呢一交谈，你就会有很熟识的感觉。可能他的南焦点就会跟你的太阳是同一个星座，所以你很容易找到彼此的共鸣之处，或者是你们两个南焦点一样。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关系，不太需要磨合。南焦点的关系，它虽然有一点业力的存在，但是它毕竟是你前世就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熟悉，不太怎么需要磨合。所以这个人有这样子的特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幸运点、时间点。因为我可以提一下，这个人给你的感觉会有轻松的一面，但是会有很沉重的一面。他这两个部分都在他的身上。再看什么事？抽到的是牡羊座的上半月。他说要踏进你个人的力量之中。所以他说是4月份嘛，所以很明显就是明年的牡羊座就是3月底到4月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跟你的正缘在一起，但之前你们两个会保持很良好的沟通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以现在开始就赶快厘清你的爱情观，然后呢静静的看是不是有不同的人，因为你会有选择，会有出现2个以上的人哦，让你去好好思考你要怎么样的爱情，你要怎么样的正缘。然后最有可能在一起的时间呢，就是明年的4月份，就是3月底到4月。然后他告诉你是说，你要重新夺回你个人的力量，建立起很强固的安全感，然后你自然你在爱情当中呢就不会丧失自我，就是另外一半就是锦上添花这样子，因为你本身已经是非常贤惠了，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已经地为坤的那个力量已经很强了，再加上你也有很意识的知道怎么样去获取这个感情，所以最好的时机点就是在明年的春天。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希望第3组的朋友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在年底之前会不会遇到自己的正缘。那么呢有时候遇到呢在年底之前不一定会马上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在一起，你们会在一起吗？
那么呢，我们首先从你的易经牌卡看起。哦，对了，如果我的声音有点沙哑的话，不好意思哦，因为还没有完全好，所以才没来得及上传，因为根本就没有声音可以录，影，所以我的声音可能会稍微小声一点哦，大家请见谅。那么大家首先抽到的是水山简，然后你们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再来是皇后牌，再来是世界牌，再来是女祭司，以及最后一张牌是权杖侍者。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因为你的牌非常的特殊，其实呢，你的易经牌卡水山简呢，这是一张极其困难的牌，就是前方有重重的阻碍，事情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因为前面的阻碍是一个接着一个。因为呢，它既有水的险境，又有高山的阻挡，你要往前走的话，要过一关又一关的难关，非常需要心力去跨越的一段时期。然后呢，它也表示着说，你目前的情势是有一点动弹不得的。可是呢，因为你的塔罗牌卡非常的特殊哦，你全部都抽到了人物的牌卡，而且这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最后一张的权杖侍者稍微比较活泼、比较娇小、比较活泼、比较年轻之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强而有力。例如宝剑国王是一张非常冷静跟判断事情的牌，再加上它旁边站着的是皇后牌，那么皇后牌当然在恋情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象征。不过这边我认为选到这组的人，他的解释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再多抽了一张易经牌卡来看一下情况是不是非常负面的。因为我从塔罗牌看起，不觉得它非常的负面，但是呢，水山简这张牌，它就是易经牌卡里面几张比较凶险的卦之一。那么我后来再多抽了一张，你们抽到的是对为则，因为我来看一下你的经过和结果。那么呢，从这个牌来看，有几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意象在里面哦。第一个，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最直观，选到第4组牌的人可能会面临一些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呢，水山简有一个动弹不得的状况，然后呢，皇后牌呢，它本身就有孕育跟怀孕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一副牌卡皇后牌呢，这个人已经握在这个手中了，他是一个像小小的人，你看这个宝剑国王呢，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再来世界牌呢，照理说是一个美丽的女神，可是在这张牌里面她却怀孕了，就是很明显她是怀孕的一个状态。那么这边有几个解释是，如果选到这组牌的人呢，你可能在年底之前呢，遇到了这个对象，你们的进展非常的快，然后你一定要做好避孕的措施，因为很可能会不小心怀孕。当你不小心怀孕了之后，前面的路途就会非常的险阻。第一个，你可能就要看是不是要结婚，是不是要论及婚嫁。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如果你还不太认识这一个人的话，你还不太认识对方，你们只是真的两个感觉非常的好，可是就不小心有了爱的结晶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它已经不只是爱情的范围了，它已经要进入你的人生的生活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动。你可能就要面临什么要找月子中心啦，要不要结婚啦，
各式各样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处理的。因为呢，我帮你们抽到第2张牌是对为则。对为则是一个感情非常好的牌，就2个人呢每天热线，讲不完的情话，讲不完的话语。它和水山简这张牌呢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我认为你们2个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进展太快速了，尤其你又碰到了宝剑国王，他可能非常的有决心跟毅力。当他决定对象是你的之后，他就会非常快速的进行这件事情。再来，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正缘，你的对象，他可能已经结过婚，离过婚，有小孩了。这个皇后呢，手上的这个小孩已经出来了，他不是你生的。另外一个情形是这样子，所以他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对方已经有小孩了。可想而知呢，这就不只是2人世界。他虽然是你的正缘，他却已经有小朋友。那么当然他也要安抚小朋友，如果他要跟你正式交往的话，他也必须让你去熟悉这个小朋友，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不过因为你们2个人的感情一定是对对方有认可的状态之下，但是不管你们2个的感情状态是好到什么程度，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生命就是在那边，你必须要去熟悉他，你必须去跟他相处，然后他不在爱情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也是很困难的。再来第3个解释呢，是更抽象一点的，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非常可能遇到你的正缘，在年底之前你是非常有可能遇到的。可是事情的困难是在于你们2个相爱之后，因为宝剑国王跟皇后他们应该是很搭配的一个就是都是国王跟皇后，所以位阶是很平等的。但是我感觉上在这个整个牌里面有可能因为你们2个在一起了之后，决定携手去闯荡新的世界，放下旧有过去的生活，去孕育新的生活。而这里的孕育就不是小孩了，而是比较抽象的新生活。例如呢，有可能有人要去国外进修，或者是你们2个在一起之后，有一个人学习力大发，就是学习能力就是大爆发，突然想说我要更上一层楼，我要再去念博士，或者是说呢，他想要求取一门新的知识，新的知识体系，又重新进入了学校，甚至去教书，甚至去传播一些他所认可的一些价值观的道理。因为女祭司有教导别人的一个概念在里面而且它是连接上天跟人类凡人中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通道，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呢，也有可能是他在知识跟学生之间，他是那个管道；也有可能呢是在上位者跟下面的人中间，它是一个传播的一个管道。但总之呢，它本身的知识体系已经非常的完善，而且在这方面呢，精益求精的心情永不停止。所以它所造成的困难就是你们2个会展开一个新生活，而有一个人会投注在他的专业里面比较多，所以会造成爱情上相处的难关。例如说你们可能会搬迁，为了进修要搬到国外，为了进修搬到别的县市。在你们2个的相处当中，一个人是比较小朋友的，比较小孩子的，一个是可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是一个比较有行动力，也很欢乐，但做事瞻前不顾后，是有一点点这样在里面的。所以甚至有可能你的对象他外表看起来功成名就，有一定的谋略，智慧非常的高，非常的聪明，但是他的个性上却有时候会显露出一种咦
他的生活什么有点像生活白痴，有一个这样子的反差在里面。当然这样的特质有时候是会非常吸引人，但是在生活当中就会有时候会出了一些小差错、小偏差，让你啼笑皆非，必须要去收拾，就是善后一些所引发的一些比较你也会有点哭笑不得的问题。不过我帮你们抽到的验证牌卡，就是它经过跟结果是对为则。对为则就是两个人讲话非常开心，所以呢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非常少部分的人，你在年底的时候，年底之前遇到的这一个对象，他非常非常的不善于言辞。为什么呢？因为水山茧，它除了是事情停滞不动的困难之外，它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意涵是讲话很困难，就是沟通很不顺，两个人讲话有点格格不入，而且这个格格不入比较像是宝剑国王的这个人呢，他可能位阶有一定，而且平常的讲话非常的公事公办，所以讲话非常的直接不修饰，他把他带入这个爱情当中呢。皇后本身是一个很优雅的人，可是每天都要接那个刀子，就要接那个直言不讳的刀子，或者是没有任何修饰的情感，所以在言语沟通上会让你觉得，会让有一小部分选到这组的人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困难重重。为什么一件美好的事情会讲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一个浪漫的语句从对方口中讲出来，好像你们两个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但你又深知他不是有意的。那么但是在经过了一阵子的相处跟磨合之后，或者是去上一些课程，去上一些启发的课程，或者一些什么情绪沟通的课程，或者是与人交谈的课程，可能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到对为则的情况，也就是你们两个终于搭上了那个频率，那个讲话很困难的状态终于消失，反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一个状态。对为则是一个你们两个可以讲电话讲2个钟头都不停歇，好多事情可以分享的一个状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是非常特殊的族群，在年底之前你非常有可能会遇到。不过这个情形呢，会有很多细节是你需要注意，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这个难有可能是对方原本的状态可能就已经离过婚有小孩，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太快在一起，然后就天雷勾动地火，就有爱了结晶的困难，又或者是说沟通上的困难，或者是你们两个一拍即合，然后马上就背起行囊跟过往的生活说再见，然后要去开拓荒地，就像以前去什么美国中西部去插旗那种感觉，所以需要很多的精力去开垦新荒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组有不同的状况在里面哦，而且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们俩的感情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有点太好了这样子。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感情天使卡，你抽到的是什么？这边是说要敞开你的心胸，因为呢你的灵魂伴侣呢可能和你过往的类型，过往喜欢的类型还有期望都不太一样。再来是你要释放这个控制的议题哦，他说让这个情况呢自然而然的展开。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看起来呢你所遇到这个对象呢跟你原本一定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一些困难。尤其你本来是选到第4组的朋友呢，因为你皇后的气质非常的强烈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可能是什么金牛座、摩羯座、风象星座、处女座以及一点点的火象星座。
因为你的气质非常好，你可能平常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是呢，将来的这段正缘却是和你原本所想的那种把你捧在手心上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宝剑国王嘛，宝剑国王跟皇后的组合是比较特殊一点哦。它不是永远的温情，它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价值观依附在这个爱情上面，所以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不习惯，一开始遇到这个正缘的时候，会需要你敞开心胸去接纳他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概念，以及他讲话的方式，不留情的沟通方式，以及公事公办的一个方式是比较困难一点。再来呢，要释放这个控制的议题哦。我觉得这个人比较不像是你本身，虽然你有可能是宝剑国王的特质跟特色，不过因为你抽到了对为则，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是阴性能量比较重一点哦，因为他是讲两个少女在湖边聊得很开心，所以呢，我认为宝剑国王比较多的是在讲对方，所以对方可能会有一些控制的一些议题在里面，因为宝剑国王是一个希望事情在他的预期当中，在他的井然有序里面，不是你的，是他的，所以呢，会稍微的有一些，你会觉得有点掣肘，就是他好像需要你按照他的时间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哦。再来呢，如果是之前提到的在备孕啊，或者是有各种料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水山减的困顿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放宽心，不要用强压的方式让事情快速的看到结果，或者是说你们在谈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够用一个控制别人的态度，或者是你也不能够让别人完全的控制你，你要心里想好该怎么做，一步步该怎么做，把面前的困难一项一项逐步的把它解决，所以要让事情自然的展开，有时候它会比较快一点，有时候会比较慢一点。那么这组的情况是呢，不一定会太慢，有时候它很快，你也必须要接受。那么再来看你抽到的这个印证牌卡，就是帮天使卡解释的爱情卡呢，你抽到很多。第一个是真爱，他说呢，你是一个被珍惜的一个对象哦。再来是，就是有人爱上了你，你们之间有非常强烈的联系，以及需求。这边是有一点自傲，还有他只顾到自己的需求。另外一个是有过多的期待，再来是对于跟随潮流有点困难哦，就是没有办法跟着潮流走。这张需求牌呢，它完美解释的你必须要释放你的控制的这个议题哦。再来仰慕者，他说有人秘密的喜欢你，灵魂家族，以及无法放手。再来是快乐，内在的平静，还有一个开心的惊喜，对爱有一些理想化。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在年底之前呢，是很受到欢迎的哦。你有秘密喜欢你的人，而且呢，有人把你捧得很高哦，所以你就像皇后一样。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哦，目前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是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哦。不只有一个仰慕者哦，因为这边出现了2张都是很喜欢你的牌，加上又有宝剑国王又有权杖的侍者，因此会有2个人以上的人呢是在心里面是爱慕你的哦。不过现在他们好像还在行动当中，还在观察你当中。但是呢，你同时也抽到2张牌，就是或许这个之前讲到的这个困难，就是在这个感情当中，或者是喜欢你的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个控制欲有点强哦。一来呢，这边有2个解释，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可能对爱情
有一些美化的迹象，看起来我感觉上美化的迹象有可能是对方，因为他把你看作了很完美的皇后，所以呢，他对你会有很多很可能不切实际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他觉得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所以可能会希望你会煮菜，但是又很同时很会交际，觉得你就像是一国的皇后一般，非常的优雅又善于社交，并且可以把家里都照料得很好。可能你的正缘的对象有各种期待，或许你可以做到，但你不需要一定要做到。就是爱情呢，它当然它是有很多条件堆上来的，不过如果一个人只是看这个贤妻良母的条件把你塞进去的话，其实也蛮可怕的哦。但是总体而言呢，你未来的这段正缘呢，会让你非常开心哦，因为他不但仰慕你，非常喜欢你，很珍视你，把你捧得非常的高。虽然他讲话可能有点机车，他讲话可能不留情面，讲5句话有3句话都戳来戳去的，但是总体而言呢，这段关系会是很开心的哦。尤其呢，他可能会为你准备一些礼物，他可能时常呢会准备一些惊喜。当然他对你有期望，但对自己可能也有一定的要求哦，是一个因为宝剑国王本来就是对别人跟对自己都非常有要求的人哦，所以他有这样子一个特质。那我们再来看你们什么时候会在一起，在年底之前会在一起吗？这边说在过去，以及要有耐心，还有没有什么缺失的事情哦，没有什么东西是遗漏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有可能你遇到对方的时候，虽然他不是你平常习惯的类型，可是你们两个却有很有熟悉的感觉。因为第一个，你们两个可能已经认识很久了，因为他是在过去出现在你生活的人。第二个，因为这边有提到说你们同属一个灵魂家族，就是你们有同样的灵魂，所以很可能呢，你们在前世呢就已经是交手过的是灵魂伴侣哦，所以呢，在今世见到的时候呢，就会有一股很强烈的熟悉感，而且他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但是这段关系一定需要耐心，尤其你又抽到水山茧哦，所以耐心是必要的哦。你们两个人磨合的时间，或者是要处理困难的时间会长一点。这困难不一定是发生在你身上，有可能是在对方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工作、家庭，或者是他原本前一段婚姻、前一段关系，这些都需要第4组的朋友更加有耐心的去等待开花结果的时间了。不过呢，一切都被照顾得很好，但这3张牌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所以我们再来抽一下。第一个，我们来抽一下对方有可能是什么星座的。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先抽好，因为在荧幕前抽第一个蛮浪费时间的哦，反正也都是要剪掉，我觉得留这个抽的时间很浪费这个影片的时间。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比较喜欢有临场感哦。哇，抽到了4张牌。再来是抽的时候他会弄乱牌卡，其实我有点不太喜欢。金牛座我拥有。再来是巨蟹座，你有抽到女祭司是月亮，然后又有巨蟹座。这个人难怪和你很像，因为你本身就有这个特质之外，你们两个同属同一个灵魂家族，所以呢，对方也有点近摄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再来是莉莉丝，神秘，以及双鱼座，我相信。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有3个很特别哦，因为其他有组别是完全没有星座，你们有3个星座可以参考，金牛座、巨蟹座跟双鱼座。它不必然是这3个星座，但是它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很稳定，物质上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喜欢类似吃美食、听音乐会，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再来是他很顾家，所以如果他之前的婚姻有小孩的话，他会把小孩放在非常的前面，很顾家，然后以家庭为优先，并且呢，安全感是重要的，因此他的控制欲跟保护自己的
能量会强一点，所以你们之前的磨合期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再来是莉莉丝哦，莉莉丝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能量，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对方呢有一些情绪跟野心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可能会不自觉的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所以呢他虽然是已经长成了宝剑国王，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把他的权杖侍者的那一面激发出来，因为宝剑国王很容易伤到别人也伤到自己，就像是莉莉丝的力量一样。你的对象呢，他是有一些伤痕需要抚平的，他是心中有一些欲望或者是不安全感需要你去处理的，是他要处理的，但是你必须陪他处理啊。如果他是你的正缘的话，就会走过这么一段时光，这是一定的哦。再来是双鱼座，我相信哦，双鱼座也是一个情绪很容易被放大的，尤其我们说过很多次的土星现在双鱼座，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对象呢，在情绪上可能需要你多照顾，他看起来很铁面铁血，或者是他看起来很不留情面，但实际上他内心千回百转哦，可能内心有各种的小剧场，可能需要第四组人多加观察。那我们再来看你们什么时候会在一起哦，因为刚才抽出的时间没有特别，再多抽一下看一下。就大家抽到的牌很多哦，跟其他组不太一样，其他组只有一张。那么你抽到的是狮子座的新月，以及天秤座的下半月哦，还有处女座的新月。所以总体而言呢，你跟这个人的磨合期会稍微长一点。如果你们很快在一起，在年底之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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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的人可能会在最近哦就有一个结果。但是因为你刚才抽到的牌是要有耐心嘛，所以他的感觉比较像是明年的8月、9月、10月，就是连接着狮子座、处女座跟天秤座，它刚好是3个月连在一起的哦。你看它顺序不一样，但是是8月、9月、10月，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留意一下，就是可能你跟你正缘呢，我们在年底之前会遇到，可是真正要在一起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明年的8月、9月、10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在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呢，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在明年的8月、9月、10月要多注意一下。然后呢，这边有提醒也是，第一个要做自己，就是控制力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让自己发光发亮。再来是呢，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你要拨出时间去宠爱自己。再来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你要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所以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控制的这个议题呢，在你的牌组当中，这个讯息不断的重复出现。我认为呢，是你给对方，你自己可能有一点，因为你们两个很像，但是对方可能会稍微比你再严重一点。两个在一起或在之前沟通的时候呢，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和对方，就是要相信对方，腾出一些空间给自己有成长的空间，要拨出时间爱自己，不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所以你会抽到对尾则嘛，是那种24小时可能有18小时都想连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点要注意，要多释放出自己的空间，去让这个正缘跟这个爱情有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第4组的所有的解说，你们这组的讲解比较长一点了，我也不知道慢慢讲就讲了这么久。那么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跟正缘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好好的相处。今天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